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前面我们聊了荣格与吕洞宾的故事，我们说到吕洞宾的纯阳学说让荣格摆脱了梦境，找到了方向，然后荣格靠东方哲学的启发，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学理论，这就包括集体潜意识、共识性等等等等。在荣格建立这些理论的过程当中呢，除了道家学说，还有一本东方典籍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这本书就叫做《西藏度王经》。荣格说它是伟大的心理学的真谛，自己从中得到了很多的知识和点拨，而且连很多根本性的洞见也是来源于这本书。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本书，故事从一则西藏寓言说起。人死以后，你会在一片光明中醒来，这个时候你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死了，然后你掉到一片黑暗当中，接着一个非常恐怖的魔鬼出现在你面前，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第一面对，第二逃跑。如果你选择了逃跑，你就会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潮杀，但最终你会摆脱恶魔，获得自由。过不了几分钟呢，你又会掉到另一片黑暗当中，第二个恶魔又出现了。这个恶魔并没有第一个恶魔那么恐怖，这个时候你依旧有两个选择，第一面对，第二逃跑。如果你还是选择了逃跑，你依旧会成功摆脱魔鬼，但马上会遇到下一个魔鬼，你每逃跑一次，魔鬼就会变得不那么恐怖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一共有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每一次都逃跑了，那么你转世以后就会成为低级的生命。第二种情况，你在某一次逃跑以后选择了面对魔鬼，那么出现在后面的魔鬼将越来越可怕，你转世以后也将成为更加高级的生命。第三种情况，如果第一次面对最恐怖的魔鬼的时候你就没有选择逃跑，接着就会发生2件事。第一件事，你会发现这个魔鬼原来是你自己的幻觉，无论它多么恐怖根本伤不了你，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次元的东西，所有的恐怖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第二件事，当你看透了魔鬼的把戏以后，你就可以不再经历6道轮回，可以进入极乐世界了。这个寓言故事其实就是《西藏度王经》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这本书的原名叫做巴多托佐，巴多是藏语中死后的一个状态，古汉语中这个词叫做中阴，托佐是解脱的哲学方法的意思，所以这本书的古汉语译名也叫做中阴得度，就是告诉你在死后49天的中阴状态当中如何得到解脱的方法。听起来有点悬，但事实上你把中阴理解为站在人生终点回看自己一生，你就会明白荣格的意思。这真的就是心理学的真理啊！现实生活中一切的苦难磨砺难道不都是恶魔吗？一切的情绪感受难道不都是幻觉吗？自我与现实难道不是隔着2个次元的东西吗？很多西方心理学家着重于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现实是如何影响自我的，这些实验我们前面分享了不少，但荣格告诉西方人，心理学不是生物学，不是生理学，也不是任何别的科学，而是关于精神的知识。你们不要总是 either or， 要学会像东方人一样 both and。 比如现实中有人对你好或者对你凶，就一定会让你感到喜怒，进一步就会引发你对这个人的爱恨。但仔细想想，这些喜怒爱恨不也会反过来影响你对现实中这个人的认知和理解吗？现实与自我不是 either or， 而是 both and。 读到这个层面，是不是就能理解荣格为什么推崇阴阳太极的思想了吧？我们接着说故事，聊聊西藏度王经是怎么流传到荣格手上的。时间回到1300多年前，阿拉伯入侵印度，现在的巴基斯坦一带原来属于印度，结果就变成了伊斯兰世界。当时巴基斯坦有很多佛教高僧就逃到了西藏、尼泊尔和印度南方，这当中就有一个王子叫做莲花生。传说释迦牟尼佛在涅槃的时候就预言过，今后会有一个圣人从莲花中诞生，恰好这个王子就真的是从莲花中诞生的。莲花生当王子的时候，思想境界就非常高，能够教导人民安邦治国。国破家亡以后，在那片区域，当时唯一可以抗衡阿拉伯的就是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西藏。藏王呢就邀请莲花生来吐蕃帮助自己，教导人民治理国家。于是莲花生就带着印度的佛学思想来到了西藏，他口述了很多佛学思想，这当中就包括这本《西藏度王经》。
后来有一天，莲花生突然跟他的弟子们说，不久以后雪域高原上将迎来一场灭佛运动，到时候僧人被屠杀，寺庙被焚烧，经书法器都将遗失，本教的神魔将重新统治高原。这个劫难不可避免，只能面对，所以自己会将重要的经卷藏起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当中自然会有人感应到符藏，重新发现这些经卷，然后在高原上复活这些思想。说完以后，弟子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第二天莲花生就消失了。历史学家说他离开了西藏，让弟子们将这些重要的经卷藏在了某个山洞当中，但传说中则说他变成了一团意识，经卷被他藏到了意识世界当中。然后时间过了600多年，佛学思想再次在高原上兴旺了起来。突然有一天，一个红教僧人感应到了符藏，莲花生弟子的第 N 个转世来到了他的意识世界当中，向他传授了当年被藏起来的经卷。这个红教僧人在现实当中重写了梵文版的西藏度王经，还翻译成了藏文，流传于世。然后又过了600年，西藏度王经成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经典，甚至走下了高原，传到中原，传到蒙古。这个时候时间来到了1919年，我们继续看。这一年，一个人类学家来到雪域高原，他叫做温兹，曾经是一个少年天才。他18岁就考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宗教哲学和历史。24岁毕业以后，又成了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教授。在世人眼中，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哲学天才。但是他越来越困惑，他读遍了所有他能读懂的哲学书籍，也找不到答案。20多岁的时候，他天天待在河边发呆，把身体泡在河水里，有时候甚至连衣服都不穿。有一天下午，他突然说自己眼前出现了一种能让他狂喜的图案，接着一个念头席卷他的意识，这个念头告诉他，这不是你第一次拥有肉身。这个体验让他非常的惊奇。不久以后，一位考古学家建议他去东方，那里说不定有他要找的答案。然后温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他去了北欧、埃及、墨西哥、印度、西京、日本、中国，将近20多年的时间，他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到了1919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41岁的中年人。他来到了金刚之州，遇到了一位叫做桑珠的格西。桑珠格西精通藏文、英文和梵文，他看着温兹讲了一段西藏度王经，然后温兹就不走了。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自己要寻找的东西，正是这本西藏度王经。接下来的几年中，温兹每天早上6点就坐到课堂上，等待着桑珠格西来跟自己讲解那些梵文、藏文的手稿。温兹就像一块干了40多年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东方哲学的思想。但是仅仅过了3年，桑珠格西去世了，温兹则决心让所有的西方人了解到这些玄妙的东方哲学。于是1927年的时候，温兹为这本书取了名字，叫做《西藏度王经》，由牛津大学正式出版。出版前52岁的荣格看到了这本书，毫不犹豫地写了前言。据说荣格还时不时地把这本书拿出来安利给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泡利这类大神级科学家。关于这本书中的具体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书中说，人死亡以后的一瞬间就进入了中阴的第一状态，第一状态叫做临终中阴。这个时候你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死了，眼前出现无与伦比的光芒和美好的幻象。其实识破这个幻象，你就能往生极乐。但是 99.999% 的人会被这个幻象迷惑，进入第二状态，叫做实相中阴。这个阶段又分为头7天和尾7天，这14天当中，眼前的幻象会慢慢减弱，被越来越世俗、越来越痛苦的感受所取代。接下来进入第3状态，叫做投身中阴。这个状态一般又会持续14天，这个时候你将经历一些折磨，类似于最开始讲的那个预言，最后接受冥界的审判，投身转世。故事分享到这里，大家肯定要问，既然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死后的世界了，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岂不是人人都往生极乐了？其实按照书中的说法，人在中阴状态的时候，理性是彻底消失的，你看到的世界没有理智，只有意识的洪流。这个世界不靠物理定律去推动，而靠因果定律来驱动。西藏度王经属于密宗经典，如果不接受灌顶，密宗上师是不会跟你解释这些玄妙的内容的。
所以我们只能从荣格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这本书。关于心理学上的意义，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西藏故事。1985年的时候，一个汉族的教书先生，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作者，和他的藏族哥们儿开车行驶在中国和西京的边境上。藏族哥们儿说，边境上有个美女叫做康钦仁母，只要你是男人，你就会对她动心。但是她是个尼姑，真的太可惜了。藏地的人都信佛，是绝对不能对尼姑有什么非分之想的。她10来岁的时候就住进了寺庙，成为了尼姑。当时她病得像棵小草，但10年以后长成了绝世美女。3年前，也就是82年，她回家探亲，一路化缘。在喜马拉雅山中，他步行了3、5天也没见到一户人家。有一天，他好不容易碰上一顶帐篷，帐篷里只有一个小伙儿，小伙儿给他献上了丰盛的食物，然后虔诚地守在旁边。小伙儿看着他捏糌粑、喝酥油茶，眼睛一动也不动。这个时候，女尼姑感受到了小伙儿目光中的欲火，这个火焰也烧得女尼姑面颊通红。四周都是雪山，在那顶帐篷里没有第3个人，也就没有了借条，恶魔就开始作乱了。魔鬼让女尼姑的血液骚动起来，结果千不该万不该，他就不该向身边的小伙微微一笑。这一笑让小伙也着了魔，于是扑了过去。女尼姑挣扎了一下，可是2个魔鬼立即疯狂了起来。藏族哥们儿接着说，去年也就是83年的时候，自己碰到过一个卖银佛像的女人。哥们儿很好奇，因为藏地人是绝对不会卖掉自己的佛像的，除非真的是走到了绝路。哥们儿问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卖掉佛像，女人说要路费，要去找她的丈夫次仁秋望。哥们儿立刻痛骂这个男人，但女人却说不是我把他抛弃了。后来哥们儿买下了那尊佛像，和女人聊了很久，原来这个女人正是那个女尼姑康钦仁母。仁母说，她和那个彪悍的小伙在帐篷里一住就是2个多月，早就把寺庙忘记了。但是有一天，她在梦中突然感到了反土的召唤，让她从贪欲的梦中醒来。于是她偷偷离开了帐篷，回到了寺庙。可是回到寺庙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法师对她说，梵天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你是阴天里的人，你去吧。就这样，仁母被赶出了庙门。仁母只能去找那顶帐篷，但是整个高原都是小伙的牧场，到处都是他的家，仁母自然是不可能找得到。慢慢的，仁母成了一个乞丐，在街头流浪。快到10月临盆的时候，仁母被一个生意人娶回了家。现在仁母是县城里有名的太太，家里有佣人，生意上有掌柜。仁母平时就带着小宝贝玩，当地人也都很尊敬仁母。过了没几天，作者和他的藏族哥们儿来到了一个温泉。按照藏地传统，这个温泉是男女共浴的。作者被他的藏族哥们儿扒得精光，推到温泉里。作者羞得要死，躲在角落里，但又忍不住偷偷看。几个美女发现作者不敢正眼看他们，就光着身子走过来，看着作者的囧样哈哈大笑。就在这个时候，藏族哥们儿突然叫了一声康钦仁母。原来温泉的另一边，一对男女正抱着一个小孩，那个女人正是仁母。仁母身后站着一个威武的小伙，羔羊皮的藏袍，腰间挂着藏刀。再一问，这个小伙正是次仁秋望。仁母找他找了2年多，最近他们终于见面了。仁母现在正准备回去一趟，归还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然后跟着秋望到大漠里去，那顶帐篷才是自己的家。后来作者开车送仁母一家返回了县城，仁母最后一次走进了那栋豪华的彩楼，把钥匙、账本、衣服、首饰全部交给了管家。第2天，秋望背着孩子，挽着仁母的手，走向了北面的大山。回到现实，这个故事和最开始的预言其实都是在说，真正能让你变强的心理学就是面对一切。不要因为害怕受伤就不敢去爱，不要因为别人的看法就不敢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不要因为害怕失去就逃避责任。说的玄幻一点，当你把面对的勇气刻到灵魂当中的时候，你自然能面对第一个魔鬼。勇于面对一切的人，他一定很幸福。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极乐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一个少年叫做爱，
听了你的故事，他终于杀死了右眼飞鱼。